我的看法，从4个月前我就一直在讲一句话，我说2024台湾的大选，恐怕是习近平这一辈子所看到的最后一场台湾的大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看法里，中国经济在2025年之前一定停摆垮台。那么习近平本人的政治生命，因为政治压力的关系，坦白讲也未必有多少的安全感。所以应该担心的是习近平，不是台湾人。瓦格纳兵变呢，第一个反应，我第2天就在脸书上写了一句话，我说：今日普丁，明日习近平。瓦格纳部队发现打莫斯科比打基辅容易很快的，俄国军队也会发现打莫斯科比打基辅容易，然后呢，打中南海比打台海容易，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这个已故的这个日本这个首相安倍晋三，对不对？他说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人家都已经讲到这么明确了。那台湾人除了在那边说好棒棒好棒棒，自己在那边好高兴，没有反应，你知道？他的意思是说，come on， 你们台湾人，我们日本人都已经决定了用自己的生命来站在你的后面你们自己争气一点好不好？你们自己兵役变成1年还在那边唧唧歪歪的自己人的这种反抗的意识、反占领的意识自己的这个尚武精神还没有表现出来你怎么回事啊？你再这样下去，你要我们日本怎么办呢？对，台湾人，你到底怎么了？让我想到了金门。金门当年为台湾、为国民政府牺牲了多少，对不对？结果现在40%的金门人在厦门有房地产。那么所以呢，金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又是军事要地，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冲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能够忘记金门将来会是台湾需要好好处理的一个地方。我判定它大概2年之内，大概就是2025年年底之前，它的经济会发生这个国内停摆。中国经济坏，这个外溢效果那个泥石流一定会冲到台湾，而且台湾跟东南亚一样是首当其冲，所以台湾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么好消息是，经过了这一场之后，台湾的这个自主性、这个主体性包括很多人很希望的独立建国之类的政治目标，都可以比较顺利的达到。但是坏消息就是这个过程，台湾人你必须自己成长起来。那么台湾人必须要有这样的成熟度，也就是所谓的长大人转大人。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当然台湾很关注在所谓的总统大选。那有人说这次的选举呢是什么样的定调呢？每次当然都有不同的这些社会议题的带动。这次有人说这一次的选举是战争跟和平如果没有选好的话，这可能是台湾最后一次的总统大选。哇，听起来非常的惊悚，真的如此吗？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我们时事评论员，也是我们知名作家范畴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范老师你好。洪林兄好，震惊最前线的全球观众们你们好，我是范畴。是我们范畴老师，这大家常常敲碗说希望再次邀请到范畴老师来节目当中好好来
分享。那今天这题目，真的是需要请到范畴老师这样的分量来谈这个问题，因为一开始我也跟老师在谈说，看起来现在主调有点在拉，选错人就可能把台湾带向战争，然后谁都夸口，有人夸口说，如果我当选，台海会50年的和平，大家就说50年后你都还不在，怎么可以夸这种口？所以许多的这种俄语的部分，当然也代表台湾内部的一些人心的浮动跟担忧。所以，老师怎么看呢？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还是有人对于中共这些诉求的部分还深信不疑？这个战争与和平，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啊。在一场大选中，以这个为话题来谈，这个是很应当的。但是呢，很坦白讲，我个人是觉得，台湾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他重视的一面，但是也有台湾社会比较轻佻的一面啊。比如讲说，现在离投票只有100多天了，这么严肃的话题只是偶尔被提起来哈，尤其是当西方国外提的时候，台湾会反应一下。但是呢，台湾自己内部的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节目谈的是什么候选人家的什么违建的这个屋顶的问题啊，那个屋顶那个究竟是不是违建？那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这个表示台湾的选民他的真实的意识上，他虽然意识到战争与和平这么大的议题，但是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或者让他能够这个怎么讲打发时间的，而是这些无聊的议题那这个我想借着这个现象，主持人来谈一谈台湾这个社会的某种矛盾性，好吗？是，没问题。好，那么我们知道，比如说在大半年以前，这个已故的这个日本这个首相安倍晋三，对不对？他说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日本人听的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有感虽然也有很多日本人反对但是从一个日本首相嘴巴里讲出来，那台湾人听了非常的感动，对不对？所给予的这个反应，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很快的，就是有一点怎么讲破坏气氛了。我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如果日本人讲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那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日本有事，台湾有没有事？因为国际上的联盟都是相互的，对不对？美日联防，就是说你有事，我也有事，这是一个双行道，天下没有单行道的这个国家关系，对不对？那么，但是台湾人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他听到日本人讲说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他非常的欣慰。可是当你追问他说日本有事，台湾有没有事的时候，他非常的这个怎么讲，非常的迟疑那么我就想问说，台湾人，你到底怎么了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您讲的说这个现在中共的整个大外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管在台湾的内部还是在它的国际上，它都在宣传一个看法，就是说台湾人，这个2024大选是你们看到的最后一场选举了，对不对？他用这个来威胁台湾，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战争或者和平来威胁台湾。那么我的看法，从4个月前我就一直在讲一句话，我说2024台湾的大选，恐怕是习近平这一辈子所看到的最后一场台湾的大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看法里，中国经济在2025年之前一定停摆垮台。那么习近平本人的政治生命，因为政治压力的关系，坦白讲也未必有多少的安全感，所以应该担心的是习近平，不是台湾人那么
比如说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变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有这样的自信，应该要有这样的世界的视野的高度啊。瓦格纳兵变呢，第一个反应，我第二天就在脸书上写了一句话，我说：今日普丁，明日习近平。瓦格纳部队发现打莫斯科比打基辅容易啊，很快的，俄国军队也会发现打莫斯科比打基辅容易，然后呢，打中南海比打台海容易，啊，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就是说，台湾人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这种，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制度上的这种自信。每当国际上发生一件大事情的时候，当中共用他的大外宣、他的统战，他来扭曲你的视野，来贬低你，提醒你过去不过是一个殖民地啊，你是被统治者，你只有被统治的资格，你不要妄想你想可以独立自主。他找到机会，他就用这个方式来羞辱你，来那个。那我们台湾人自己要有这样的自信心，这样的高度，就是要把事情的真相把它给扭过去啊，否则的话。其他的国家为什么要帮你？为什么要尊重你？哦，那这里我有一件事讲来很伤感情哦。那么安倍讲了那句话之后，安倍被暗杀嘛，麻生太郎来台湾，对不对？那麻生太郎来台湾，那么台湾的民众，你看那个舆论也是非常的反应非常热烈，认为这是日本。这个自民党官方对台湾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坚持态度啊，但是呢，洪林兄，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我看到是另外一个信息。坦白讲，我看的心里很难过。麻生这么明确的态度讲出支持台湾，只要台湾受到军事威胁，日本就会来帮忙，以军事。来帮忙，人家都已经讲到这么明确了，那台湾人除了在那边说好棒棒好棒棒，自己在那边好高兴，没有反应，你知道？台湾人的反应应该是说谢谢你，你对我们这么支持啊，把我们当作自己人。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日本有出了什么事，因为日本也受到中国的威胁嘛，你。或者受到俄国的威胁嘛？你如果受到是什么威胁，我们台湾人会投桃报李，我们也会用同样坚定的态度来支持日本，这个才是对的态度。结果麻生太郎讲的，越往下讲，我越来越听出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come on， 你们台湾人，我们日本人都已经决定了用自己的生命来站在你的后面啊。你们自己争气一点好不好？你们自己兵役变成1年还在那边唧唧歪歪的自己人的这种反抗的意识、反占领的意识自己的这个尚武精神还没有表现出来你怎么回事啊？你再这样下去，你要我们日本怎么办呢？对，那么很坦白讲，我个人上个礼拜那个主持人，我上个礼拜也在访问了一趟日本了跟了很多退将，还有日本自民党的很多这个议员还有地方官员讨论问题，人家都没有讲到那么明白，因为日本人很含蓄，他不讲出来。可是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我怎样？你自己要拿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东西来那他们当然也理解说你们现在在选举，可能比较敏感，可是你们台湾人你要拿出一个态度来。所以我们自己各位，我们谈了这么多年台湾的主体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你自己当家做主，
你就要拿出一个主人的样子嘛，一个公民的样子嘛，对不对？一个独立国家公民的这个样子嘛，你怎么能够在闪闪躲躲，好像还在这个期待人家的帮助啊？自己不拿出一个坚决的态度来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人这个。要借的这次选举我们要好好检讨。同时，我也期待这次的候选人里面有人意识到这点，拿出这样的态度来让国际友人看到台湾的这个决心。其实回过头，如果照刚刚范畴老师这样解释，我反而认为战争跟和平，如果把它引申，就是一种叫做相愿退让，然后这个看起来是好像是和平主义，但某种程度反而是我们讲的绥靖的。另外一边倒不是好战，而是要备战，而是要我们自己应该要去自己有知觉。我觉得这议题我记得不管是范畴老师或者我们现在所谈论，或者过去我们看到也有人的确谈这个问题。就举个例子，你现在被邻居欺负，然后其他的人邻居也看不下去，觉得要站出来帮你的时候，结果你自己躲了，跑走了，那邻居不是觉得，我总不能公亲变事主吧？你自己要展现出态度啊。是，就是说你家里，比如说你隔壁住个流氓，或者说出来村子里出现一群流氓你家里没有，你说我没有枪我这个怎么讲？我很怕这个凶器，那也罢了那你至少什么呢？你至少要把你家的扫把还有你的菜刀，你要开始拿绳子来，或者门锁也要至少加急到门锁，保护好你嘛，装监视器等等都可以。然后呢，叫你家里的小孩站在门口晚上守夜，对不对然后说 over my dead body， 对不对？你不要看我小，你不要看我没什么力量，你要进来 over my dead body， 你要这个气势要拿出来你这个气势都不拿出来，你要人家怎么帮你啊？坦白讲，我们将心比心，我们自己也有朋友，对不对？你朋友这个遇难的时候，如果自己本身没有拿出一种我一定要扭转形势，我要这个，你也不会那么想去帮他嘛。是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主持人，台湾是一个很独特的文化那在这里这样子，我这样讲，坦白讲，我知道会得罪很多听众那也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如果再看到一些事情再不讲出来，那不是对不起人吗？对不对那么那个台湾你看我用一个例子，大家最有感觉了尤其是年轻人。最近有一个动画叫做《山道猴子》大家都有看到那山道猴子已经点击量可能已经将近2000万了，而且一定变成一个世界现象，一定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人用来理解台湾的社会状况的一个东西那我还没有看那个，我建议赶快去看那么山道猴子里面就是台7乙了，就是台北在那个这个往那个不是宜兰方向，是拿三峡方向有一个地方弯道特别多，所以都有重机族到那边去然后也有很多人在那边摄影台湾有摄影族抓到一些比较精彩的相片，就拿到 IG 上面来卖，同时替本人做成什么 T 恤来卖，变成一个小产业，也变成台湾这个机车族的一个标志那台湾有2500多万辆机车 ，OK， 超过台湾人口那机车在台湾是一个绝对普遍的现象。那么在山道猴子里面，这个里面就说这个年轻人说的收入不足了，交了女朋友了，就最后就是跟车子对撞就摔车了好，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年轻人或者说至少我所接触到的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说年轻人自找的嘛，讨打你知道？他就是说你年轻人讨打，你自己去开重机结果那么危险，结果你死掉了讨打嘛然后呢，又说这个台湾这个机车
台湾因为机车死亡的人数，我想这个几千人跑不掉了，具体的是2000还是4000，我记不起来。那台湾因为车祸，包括老太太过马路啊，车祸死亡的人数一年可能近万啊，所以像这个交通这个问题，这是台湾在全世界为所有大家看到台湾站起拇指，就是说台湾人啊人情味什么，可是看到台湾这样子就什么交通嘛啊，所以台湾人自己对这个交通这个东西不太敏感，他觉得一年死个7、8千万人1万人，他说很正常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哈，这个在全世界这个所谓的先进的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这个就是说台湾人哈对自己的生命的尊重还不够，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那在台湾发生的这么多的交通事故里面，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意外事故，如果拿到你比如说拿到英国美国这种所谓的先进国家，都被告死了，你知道那个罚款那个告不得了。那台湾说过就过下个跪道个歉，到妈祖那边去烧个香就过了，大家就过了。就是说对人的生命的这种尊重性我觉得这是台湾人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有自主权的国家，你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你要有足够的尊重。如果你觉得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可以在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他可以用几十万、上百万来解决、来原谅来接受。这个社会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那么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现象和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台湾人的那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比如说台湾人，比如说曾圣光到乌克兰去，对不对？死掉了，战死了我们给了他很大的荣耀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当一个台湾人到另外一个国家为另外一场跟自己无关的战争而战死的时候，台湾人就表现出来对生命、对人权的这种尊重性就愿意就付出这样的尊重性。而对于在自己社会里因为车祸因为什么样的意外而死亡的，就没有这种对生命的尊重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这个人类社会学或者文化学的一个题材了。是啊，这个我想当然这个范畴老师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真的我也非常同意，说我们对于很多的基本的观念其实有时候是矛盾的。但其中我们在谈到这一个所谓的今年这选举的部分，还有延伸一个议题，除了战争跟和平，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要谈。跟中国要好好谈，我们千万不要去这个激怒他，有接触才可以。所以，我们前阵子包含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这个上海参加商城论坛，这不止台湾人这么讲。在前一次我们看到冲绳也有一些政治人物也同样的提到这件事情，他们也认为说台湾有事这个的部分他们觉得应该要借由沟通这些事情，他们希望台湾跟中国要加强沟通，跟中共要好好来了解一下。当然这个部分大家会认为说这种用对话来阻止战争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我们认为这才是一个非常理智聪明的选择，还是这个有点反而从过去历史脉络或者我们了解中共的一些习惯作为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对的方式吗？所以老师您怎么看待？冲绳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案例因为它在2战之后，它等于是美军的托管地，那么现在也是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地嘛，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前，我这里讲一个，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带出来了。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因为我个人是认为，
我前面讲的，我认为2024的台湾大选是习近平看到的最后一场大选，因为2025年底之前中国的经济会出问题嘛。那2025年前中国的经济出问题的话，我估计它就会有外溢效应，就是说它会就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就低落，比如说这个公安啦、教师啦就发不出薪水啦，公交车就开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各位你想想看，中国经济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几万人中产阶级，我带着全家，从中国飞到中南美洲厄瓜多尔，然后所谓的走线2、3千公里，非常痛苦的，路上毒蛇猛兽、毒贩、那个人蛇走线2、3公里。到了美国，就为了追求一个什么制度的这个自由。那么各位可以想象，当中国如果经济普遍出现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个沿海各省那个想要逃离的人有多少？广东、福建、云南贵州，这不得了的。那东南亚会受到首当其冲，台湾也会受到其中，那么日本也会那日本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冲绳，所以非常妙哈。那么我因为预想到这个情况，所以我跟日本朋友们，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台日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出现经济停摆，出现这个外溢效应的时候，这个难民流民的问题，台日要如何来这个对应那么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前市长这个我写成文章呢都可以查到。日本的前市长，他就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当然说完他也有一点后悔但是他毕竟说了，因为冲绳的那个行政长官那个时候正好要到中国去访问习近平，对不对？他要所以习近平才利用这个 case 来反统战嘛，来统战日本人，还有统战台湾嘛。说你看这个其实这冲绳跟是一家人那我就把这个中国可能产生这个流民难民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我说到时候一下来个几十万人那台湾怎么受得了了台湾海峡那么窄结果这位日本的这个前官员呢民选官员。他因为很不喜欢中国，所以他也不喜欢这个冲绳这个行政长官的这个作为，他就开玩笑的说：“他说没有关系你们就台湾就全部把这个中国难民送到冲绳去就好了那所以呢，然后呢，他接着他又说。”他说：“哎呀，这个冲绳人民真的是日本人是有点对不起冲绳人民，因为冲绳在2战期间为日本牺牲了这么多，对不对？现在又因为美军的基地而导致了这个可能的战乱，所以他是有点抱歉那么这个事情呢，坦白讲，主持人我就我直接就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金门。”就是一样面临到这样。冲绳让我想到了金门，金门当年为台湾、为国民政府牺牲了多少，对不对？结果现在40%的金门人在厦门有房地产，那么所以呢，金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又是军事要地，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冲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能够忘记金门将来会是台湾需要好好处理的一个地方。那恰巧这次选举又有候选人喊出来什么以金门为什么和平岛了，诸如此类的话题。我个人是很高兴看到这个成为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金门跟马祖这2个地方的问题，对于台湾在政治上来讲一定要解决的。那对于美国。那同时，他又不在那个所谓的联合国2758那个里面嘛，对不对？他在这个旧金山宣言也不在里面嘛。所以呢，对于金门，我们何妨就是真的是可以借着这一次
大选哈，把金门问题给好好的给谈一下。是哦，这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在这次选举有许多像刚刚范畴老师所提的这些问题哦，这个当然我们每次透过选举，其实是一个很好辩证对焦的部分了。我觉得台湾民主的选举有个好处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候选人的现行记。那当然回到我们今天在谈到战争和平，所以老师如果从这样子的角度、这个脉络这样子来看，到底你怎么看待现在接下来台湾人要怎么解这件事呢？这个好，我跟你讲，这就有点像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哈，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消灭它的。它因为为什么？它一直变种，你知道？你发明一个解药，它又来一个，它又来，所以呢，快筛剂哈，一个普遍的快筛剂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这个战争与和平这件事情上面，我个人是这2年来我是发展出了3剂快筛剂。我觉得不管怎么变化，病毒不管怎么变化，用这3剂快筛剂都可以筛出来啊。这我现在就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剂，台湾必须要清楚的定义哦，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怎么样，你必须清楚的定义谁是台湾的敌人啊。那么这个非常清楚，就是想要占领台湾土地的，就是台湾的敌人，对不对？是。想要侵占到你家客厅、占领你家客厅的，就是你的敌人。这个非常简单，对不对？所以这第一个定义，大家要有共识。如果有人说，哦，他想占领台湾的土地，但他不是台湾的敌人，那我觉得这个人就可以不必理健保了，对不对？好，就你也可以不必缴税了，你可以去天下有200多个国家，你可以去了，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谁是台湾敌人？第二个，谁是台湾人？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我的定义又非常简单，凡是拿同一本护照、同一张身份证，向同一个政府缴税，领同一张选票，参加同一场选举的人，就是台湾人。不管你是从越南来的，你的妈妈是从越南来的，还是日本来的，还是什么哪边来的，还是美国来的，都是台湾人啊。那至于你作为台湾人，你是不是台湾的敌人，那是第二个问题了，对不对？但至少我们要分清楚谁是呢？好，那再来第3点啊。那么你作为台湾人，你认清了台湾的敌人，那么你要如何维护台湾的主权？我们这里都没有牵涉到什么统啊、独啊那种抽象的概念了，就很简单，自己做主嘛。就是我是一个人，我就自己做主嘛。怎么做主人？我说很简单，就是3个原则，一个叫做反渗透、反侵略、反占领。当然这3个可以浓缩成为一个。那我觉得以民进党现在还在全面执政的时候，应该要在明年520之前，把这3个法，不管是混为一个还是3个法，要清清楚楚的列出来。反侵略、反占领、反渗透，这3法列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快筛剂了。有了刚才这个谁是台湾的敌人，谁是台湾人台湾如何保护自己的主权，我觉得这3个快筛剂就够了。其他的再怎么变化，都没有问题了。是这个部分，让我想起曾经也有人询问过我们在台面上的一些重要的政党的一些领袖，或者现在可能一些总统候选人。当然，也许我相信在未来的辩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就会有人问这个问题：说，以你认为目前中华民国的敌人是谁？其实我记得还很多人，很多政治人物在闪
他说就是没有抽象来抽象去的，对不对？还不敢明确讲这个部分，就表示有问题，你已经筛出这个人，这个当然蛮清楚，所以谢谢范畴老师，让大家可以筛一下你旁边的政治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哦。那回到也有人说啦，这个也很担心，像我们老师你刚刚提到的，这习近平可能看不到2025啦，所以随着这个经济的崩坏，那如果赵老师所说的，当中国慢慢衰弱，其实也恰巧是他要转移焦点跟注意力，是不是就坐实了真的他们未来攻打台湾，或者是说有可能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联动的，台湾必然就算不是因为战争，都有可能会产生对台湾重要重大的一些影响。这里面大家众说纷纭，我想我就对个人的言论负责，我就讲我的看法啊。我也因为那里面的细节的逻辑，我写过几百篇文章，写过10几本书，我就是不能重复，我只能讲结论啊。第一个 ，Number one，中国经济复原或者走回正常化的时机已经过了。这个时机点在2015年，它已经就过了。那么道理我写的太多文章了，我这里就不细讲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的整个经济政治，如果要打一个比方来讲，就好像说一个病人，他觉得他的全身都不舒服啊，那么他到医院去挂号，到综合医院去挂号，那么我只能这样讲，中国现在每一科都得挂，从脑科、脑神经科到肾脏科，到妇产科，到皮肤科，每一科他都得挂。还有精神科也，还有精神科因为已经百病丛生，多重器官衰竭了而衰竭到了什么程度呢？内科无效，就是说很多病我们可以用药慢慢的调理，那么它已经都无效了，必须动外科手术。而既然每一科都要看，不可能每一科全部同时动外科手术嘛，所以这个就是我判定它大概2年之内，大概就是2025年年底之前，它的经济会发生这个国内停摆当然国内国外是互动的了会停摆的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点。那么再来谈到您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是台湾人最应该关心的问题，可是我发现至少一半的台湾人听到了我讲的刚才那个结论之后，就觉得放心了，就说好 ，OK， 好像说中共一垮，或者说中共一出现状况，台湾就从此就过着王子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意思说，中国反正就内乱，他自己都搞不定了，不会来理台湾。这个很抱歉，这个中国已经是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尤其是跟亚洲、跟台湾所以呢中国好，经济好，我现在纯粹就实际面经济好，台湾多少会带到一些好处。中国经济坏，这个外溢效果那个泥石流一定会冲到台湾，而且台湾跟东南亚一样是首当其冲，所以台湾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么好消息是，经过了这一场之后，台湾的这个自主性、这个主体性包括很多人很希望的独立建国之类的政治目标，都可以比较顺利的达到。但是坏消息就是这个过程，台湾人你必须自己成长起来，也就是说，你就好像一个要摆脱你一个家族，一个很坏的家族的一个人，你是可以摆脱，可是这个过程中你要承受得起这个摆脱的过程那么台湾人必须要有这样的成熟度，也就是所谓的长大人转大人。那么其他的国家能够帮助你的是他们能够帮助你，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那么究竟在中国的这个未来2年经济的这个情况下，在美国的这个势力的相逼的情况下，这个习近平或者中共他这个狗急跳墙，或者说这个孤注一掷的机会有多少呢？那么我只能这样讲，在政治这件事情上，
你最好不要去算几率，你可以估算，可是你最好不要依赖它，因为政治这个事情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它要发生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准备好，你就是糟糕。所以呢，你就很简单，你就拿最糟的情况下去做准备就对了啊。那比如说我过去我自己是做这个企业管理顾问的，我做企业管理顾问，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number one 就是你一家企业，如果你要做得很大很成功啊，最好的时机就是你企业就是很赚钱的时候，就是很有这个很成熟的时候，你挪出资源来未雨绸缪。而不是等到你的市场已经消退了你的干部已经离职了，你才来开始拯救。所以台湾现在不错电子业什么各方面看起来都不错所以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把自己的资源、把人的心力、把我们的头脑挪出一部分来为那种最糟的情况做准备。我们就这样想，如果那个最糟的情况没有发生，那不是很好？对不对？好，那你就多出一笔这个资源来了，更好。如果最糟的情况发生，那么你不是有准备了？所以我觉得台湾，而且台湾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台湾问题已经是一个世界问题了其实现在是世界已经台湾化了，日本已经台湾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受到中共的威胁，所以他们都已经台湾化了。所以台湾有很多经验可以跟全世界分享，全世界也很珍惜台湾。这时候要自己看重自己，不要老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受欺负的小老弟，亚细亚的孤儿要拿出自信来，站在足够的高度，相信台湾有足够的这个过去的历史经验来传授，来跟世界交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世界会尊重你。当有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也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这个受震区的一部分，而不是孤家寡人。我觉得这个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终归一句话，台湾要开始转大人。是，这蛮重要。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选举台湾是一个转大人的一个好机会。当然了，我讲这个民主社会多元什么声音都会有，这自然我们也不希望避免一言堂。不过，如果透过这次选举有足够大家的高度社会的共识，有新的这些意见领袖跟媒体，好好来讨论大家在台湾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该如何去走。透过这次选举，如果让台湾更往前再迈上一步来讲，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我非常同意范畴老师所说的，但不管怎么样，天助自助啦，没有那个一直要人家帮助你。台湾怎么天天在想的是，到底打仗了谁会来帮我们？台湾要想的是，如果你敢打我们，我们有什么力道来反击你？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根本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了。那今天再次谢谢范畴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或者有事情要请教一下范畴老师，我们都欢迎大家留言因为我们过去也看到大家会回应一些议题，然后彼此甚至相互讨论，我也觉得非常好，像是一家的概念，大家互相甚至还没等我们解惑，也有一些朋友会相互来回答一些问题，这都是我们正经家族里面我们觉得还蛮开心的事情那就再次谢谢范畴老师，感谢大家收看。谢谢。